嗨，大家好，我是 Leo。今年下半年，因为我个人私人行程的关系，时间变得比较少，再加上说有些鞋款过去其实也拍过蛮多次了，只是说换色的关系，所以我就没有再特别拍开箱影片。现在刚好就是因为年底的关系，所以就想说借着这个机会，把其中一些觉得特别可以跟大家做分享的挑出来，拍成今天这一个特辑的影片。那今天的影片呢，我会从数字小的，也就是编号比较小的开始来做介绍。那如果说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也请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首先，第一款要来做介绍的是崔瑞的580联名的款式。这一款呢，在今年是有推出2个配色。当初我要购买的时候，是一直在犹豫说到底要选哪一个配色，但是最后看来看去，我觉得还是这一双580 ST2 看起来就是比较鲜艳，算是在我目前手上的鞋子里面比较少有的配色。那其实我跟朋友有做过一些讨论，其实这一款的配色呢，它整体的色调是采用了一种蛮融合的这种配色，包含说像是这个牛八哥的部分啊，然后还有这个紫色的部分，都算是整体的色调是非常一致性的。它再搭配上这个荧光黄以及这个桃红色的部分，整个颜色让它非常的跳，而且它整个设计概念呢是完全重现了2000年、千禧年那时候的580联名的设计的元素，包含像说这种亮面的网布啊，然后还有背后这一块就是整个像是亮皮革的这种配色的部分，完全把当初 Stussy 那时候释放联名的设计元素带到这个鞋款里面来。当然，这也因为有这个落把的关系，所以说可以防止在行走的时候比较不容易产生脚去拐到的这种状况。那这一款呢，我觉得是非常有特色，而且也非常有纪念性，所以说就买回来收藏。接着这一款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Pata 的990 V3 的联名款。这款的配色呢，我相信当初一定很多人在犹豫说到底要不要购入，因为它的荧光绿的部分看起来非常的跳，好像有一点点那么的不协调。其实我相信这一款又是再度验证说一定要看到实鞋之后会比较准的一款鞋款。我自己也还蛮庆幸说当初是有下这个决心要把它买回来。其实这个绿色部分呢，并没有说像当初官方图示出的那么的浅绿，反而是一种比较深绿、比较沉稳的那种感觉。整体颜色搭配上面呢，我觉得说除了荧光绿的部分真的是比较跳之外，其实它整体是一个比较低调的这种感觉，而且各方面的细节我觉得都做得非常好。尤其是鞋跟的这地方，就是它标示呢改成了这种整体一致性的这种银色标志，我觉得是非常协调的。那有些朋友会觉得说，这个好像这个喷漆的部分是看起来有点怪，我自己是觉得说是还好啦。那这一款就是它同时有附上2色的鞋带，除了说这一色比较深色鞋带之外，那另外一色是跟这个鸡皮的颜色是比较类似的鞋带。如果说真的觉得这个2色的鞋带都不是那么搭配的话，其实也可以自己换上其他颜色的鞋带来试试看。那这一款我觉得如果说你不从潮鞋的这种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整体它非常的优秀，也是为什么我会想把它买回来收藏的原因。接下来要分享这款是 Joe Freshgoods 的993联名款。这款粉蓝色也是这一次发售3款里面铺货最大的一个款式，也正是因为这个铺货最大量的关系，所以说才有这个机会可以买到 Joe Freshgoods 的联名款。而且它除了说有这个特别的盒子设计之外呢，还有多附了一双紫蓝绿色的鞋带。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鞋子上面这个粉红色的鞋带，看到实际鞋子之后是没有像说官方图的照片一样那么的粉，它其实是有稍微再暗一点点，然后包含像说这前面这合成皮的地方，这边也是稍微比较暗一点点，然后还有就是鞋后跟这个比较蓝绿色的配色这部分。这款鞋除了说整体的颜色是我们比较少见的这种比较蜡笔色的配色之外，我觉得最印象深刻的应该是这个网布的部分，因为它呈现了一种在亮色里面又非常闪亮的这种感觉。我相信细节上面也是有蛮多 Joe Freshgoods 的巧思在里面，包含说像是后面这边改成 Joe Freshgoods 的这个字样之外，然后包含前面鞋舌这边其实都是非常一致性的色调的设计，那还有就是鞋垫的部分。
总之呢，能够买到这款，我自己觉得说还蛮开心的，因为它也是算是非常有诚意的一款联名的款式。接着是1400的这个奶茶配色的款式，其实我蛮意外，就是1400今年竟然会做复刻。那当然，除了之前我介绍过那1400GJ 日本限定的款式之外，这一款就是当初开始上市的时候，本来以为说只是限地区，然后小量的发售，但实际上它后来就是几乎有做全球的补货，大概就是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各地区都有上市。当然也因为就是1400它算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款式，所以说可能大家就觉得说比较没有什么特别。但是我在之前的影片里面有说过说，其实140是我非常喜欢的款式。然后刚好这个颜色我又没有，所以就借着特价的机会把它买回来。虽然说它的配色看起来好像很单调，但是你仔细看它的各种材质的搭配上面，其实都有做了一些很细节的变化，包含说像是网布啦，然后些的地方它是用了一种合成皮的这种方式来呈现。那还有 N 的部分也是一个皮革的这种材质来做呈现。那后面这边呢，就是一样是麂皮的部分。比较觉得可惜的部分，应该就是说后来复刻的1400都是5杠的这种 NB 标，但是其实这也不减它就是穿起来舒适的感觉。这一款就是目前应该还可以在一些海外的商店找到，我自己是蛮推荐1400的。如果说你喜欢这种简单又低调的款式的话，这一款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接着是这个英制 Paris Tree 版本的1500，这一款我觉得其实可以单独拍一个影片来做解说。那虽然说它不是算特别的鞋款，是一般发售的款式，但是它其实有附了这个鞋带，感觉就是觉得它还蛮高级的。那另外就是说，在这个鞋子上面呢，必须说它的材质用料各方面几乎都是以这种顶规的方式来做制造的。包含像说这个 Paris Tree 的这个材料的这种鞋面，包含鞋舌的部分都是有用到这个材质的部分。那它整体的这个鞋身的这个材料是皮革，是一种蓝色的皮革。那还有脚踝这个地方也是完全用皮革的方式来制作的，包含 logo 啊，然后字样呈现都是使用绣线的方式来做呈现。那它的细节算是非常的多，而且也丰富。整体的这个配色呢，我觉得是非常的棒。另外就是说，它除了这个外面的用料非常好之外，包含这内里摸起来都非常舒服，而且这个鞋垫呢，其实感觉到说它的这个表布的材质是这种绒布的材质，也是非常棒的。虽然说它算是去年年底的款式，那其实我在买到的时候是透过今年年初的这个特价的时候购入的。那我们可以看到鞋盒上面它有标示的定价是$230，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打折下来，实际上花的钱是大概$150不到就买到了。当时美金的汇率来看的话，其实一双不到5000元，我觉得非常的超值。然后接着是 JD Sports 独家贩售的2002 RG1。然后这个版本呢，当初是它的图片一释出的时候，就有人说这个是平价版的 JD3，因为它的配色跟 John 的那个990 V3 配色是非常的类似。可是实际上就是在收到鞋子之后，发现又不是那么的像，因为它的颜色看起来有比较深一点点。那除此之外，就是它用了这个网布的配色，也是比较深一点点的配色。刚好它的设计上面也有达到，就是一开始 TD Sentis 的990系列的那种设计，就是异材质的拼贴，包含说像前面这部分就是使用了麂皮的材质来打造的。除了说有这个白色的 N 之外，它其实在这下面也有藏了就是比较闪亮涂层的部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在外侧的这边，就是算是比较闪亮的部分，然后前面这边也是有一块就是比较反光比较强的部分。那除此之外呢，它整体包含里面还有鞋舌的部分都是算是一个比较深色的这种颜色的部分，因为它一开始发售的量并没有很多，所以很多人可能之后想找就比较不容易找到了。当初就是一看到这个发售消息，所以就直接从 JD Sports 的欧洲网站然后寄回来台湾。之前我之后在 IG 上面 po 过照片，就想说今天就借着这机会，顺便也拍一个很简短的这个开箱来跟大家做分享。
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2002 RVA。其实当初这一双在收到之后，我还蛮犹豫说要不要拍一片完整的开箱片。不过因为当初就是其他频道有拍过，所以我想说好像我再拍也没有什么意思，所以当初就只有拍了上脚的影片，就算是结束它这样子。但是其实以它的这个整体的，包含说使用了这个特盒之外，还有它整体上面设计的感觉来看的话，我觉得都有非常多的细节可以做介绍跟讲解。所以说有这个上面这个比较像是原款的这种鞋带之外，还有多附了一双比较深色的这种传统的鞋带。小袋子部分呢，可能一开始推出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好像有点急的，好像多这袋子也不知道做什么用。如果说像是你有在跑步或者说在做一些运动的话，其实这小袋子刚好可以放钥匙什么之类。那它的这个网布的部分呢，跟它整体这个上面鞋的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有做整体设计上面的搭配考量。那甚至于说连它这里面的这个鞋舌部分，其实这整体的设计都是非常的一致性。然后在它的这个用料上面，我觉得也是算是2002里面的一款非常用心去设计跟制作的款式。除了说你可以看到说它有这种刷旧的这个设计之外，整体呢好像是从 RA 去做一些小幅度的这种微调。在尺寸上面的话，我自己是觉得这个版型好像有再小一点点。虽然说我已经买大半号，但是还是有比较小一点点，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最后呢，我们来加码这个 Bodega 的574 Legacy。我觉得这两款联名呢，应该算是今年最被低估的联名款式。相信有在看我频道的朋友，应该不止一次听到我推荐574 Legacy 它到底有多好穿，然后 CP 值有多高。那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所以我想说再拿出来再讲一次。这两双的这种细节部分，我觉得几乎接近当初 BD3 的联名，包含说像是整个鞋盒啊，里面衬子的设计啊，几乎都是参照当初 BD3 的规格来做的。虽然说它是雅致的鞋子，但是在细节上面其实一点都没有马虎。你可以看到说Bodega 真的是很用心在做这个每一款联名鞋款的设计。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这两款当初还一度被打入到那个 Outlet 里面。那甚至于说，现在在美国 New Balance 官网上面还都有满满的存货可以购买。如果说有机会去体验574 Legacy 的脚感的朋友，而且你也喜欢这一款，我是蛮建议说这两款 Bodega 联名是还蛮值得入手，包含颜色搭配啊，然后各种细节上面都是我觉得非常值得购入的。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这个影片，就是一次把好几款鞋放到同一个影片里面来跟大家做很简单的分享。那也谢谢你看到影片的最后，如果你喜欢Leo的影片的话，也请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那我们下次看见，拜拜。